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正在云南丽江，在这个途中发现有一个叫澄海的地方。其实来到云南发现有很多海，比方说洱海、拉斯海，还有我们眼前看到的澄海，风景看起来确实不错。不过云南的这些海跟我们平时通俗说的海是不一样，在这里代表的是湖泊，属于高原上的湖泊，特别是大理的洱海，相信很多人熟悉，那是一个旅游胜地。每年前往洱海旅游的人特别多。不过眼前我们看到这个澄海也不遑多让，它的走向跟洱海是一样的，在地图上明显的看到澄海的面积其实也非常大，78.8平方公里，容积大概是27亿立方米。我感觉这个地方如果是冬天下完雪，应该会非常的漂亮。简单的看了这个澄海，现在我们去下一个地方，这里就是毛家湾，是毛主席祖先居住的地方。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湖南韶山人，他的故居还有他小时候上学的地方我们都去看过了。而毛主席的祖先在云南永胜山脚下居住了几十年，后面是迁移到了湖南韶山。现在我们就去毛主席的祖先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。来到毛家湾，发现这里的房屋非常有特色，大家看一下，每家每户相当于是一个小院子，然后房屋是在里面，并且它这个院子的墙上面有很多山水画，还有很多文字，这个应该是云南这些建筑的一些特色。毛主席祖先纪念园，还有毛主席的铜像广场、毛氏宗祠。那毛氏宗祠大家都知道，在这里有一个，在湖南韶山有一个。那这些是一些诗：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这首诗所有人应该都知道了。毛氏宗祠，湖南韶山那个毛氏宗祠我还没去看过，当时只走了一些毛主席的故居，还有滴水洞等等，这里面还挺大的。这个毛氏宗祠是在澄海湖畔凤凰山下面。云南有很多海，我们刚才也说了，它其实是湖泊。那这里的毛氏宗祠是建于清朝康熙初年，它是比韶山的毛氏宗祠早建93年，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。它是这样的：毛主席的祖先毛太华在元末明初，为了躲避战乱，从江西的吉州，就是现在吉水县，迁到那个这里来，当时是叫南昌卫，现在是叫永胜县，安家落户，娶妻生子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在云南这边是实行屯兵制的，就是贵州和云南是明朝当时统辖嘛。那毛太华他加入军队，立了很多战功，就受到提拔。那当时都知道军队是有人管理的，他有军功，于是呢就奉那个调令，携自己的妻子、长子毛清一、第4个儿子毛清士由这里迁入到韶山。那永胜毛氏宗祠就是现在这里的宗祠，为韶山和永胜毛氏的发祥地，是毛太华后裔的发源地。那么他的2儿子毛清二和第3个儿子毛清三等子女呢，继续留在南昌卫，就是现在的永胜，继承他的军父。因为明朝的军队啊是有一个世袭制，你打个比方说，我们在西北看到筑长城，他那个第1代是守卫长城的，他后代可能一直也是在那里守卫。当时的那个毛清二和毛清三就成为永氏毛氏的之始祖。那毛太华迁移到韶山之后，一开始不是在韶山村，是毛清一和毛清士2兄弟迁入到湖南韶山村去了。后面经过了500多年，出现了一个伟人，我们的毛主席。当时毛太华他是从江西这边进行西迁的。其实我走了云贵川好多地方啊，都发现在明清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从江西迁移过去的。你包括那个贵州、四川，还有湖北山区湘西那一带，特别多啊。你看，从江西进湖南，一直到达我们现在这个云南永胜县，
就是澄海旁边，历经了几千里啊。他当时也就是为了躲避战乱嘛，我们也说了，最后就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，内迁到湖南。这个就是云南边屯的场景。其实这种屯兵制在三国时期，曹操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。那这些可能在战时他们是士兵，那平时呢就在这里劳作，也可能是自给自足吧。云南边屯使大量内地人口进入云南，定居云南，使内地先进的生产力、生产技术、工具都传入到云南。那毛主席的祖先毛太华当时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。云南的一个简易地图，我是从宜宾进入到延津、昭通、曲靖、昆明，然后我又到了玉溪，然后又到了楚雄、大理、临沧，最后去了六困，现在又到了丽江、永胜这里。然后我们可能呢准备一路去西藏，从德清进藏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当年南昌卫军屯的分布图。这里是永胜，当时毛主席的祖先毛太华，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从军，然后立了功劳，后面呢调到其他地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这个南昌卫是怎么由来的呢？就是说当时云南尽管纳入到明朝的统辖范围，但是这边还是有很多土司会经常反叛，或者是说抗拒朝廷。那当时的一个这边的指挥官呢，云南的，就是为了统治管辖金沙江上游的土司地界，打破两岸土司割据称雄，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局面。于是呢，明朝将驻扎在昆明的一个部队调到这边来驻扎，设立了南昌卫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，挺长的吧？中间这个就是澄海。现在云南永胜的毛氏宗祠，还有湖南韶山的毛氏宗祠，两方还是有来往的。